我们总是被告知，成功需要苦难，愿望需要拼搏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为了追求愿望所付出的那种焦灼的努力，恰恰是你得不到它的根本原因，你会怎么想？今天我要谈的，不是什么一夜暴富的玄学，也不是让你坐在沙发上空想就能天上掉馅饼的魔法。我要谈的是一种关于心智的物理学，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，却支配着你人生每一秒钟的底层逻辑。在开始深入这个话题之前，如果你希望通过重塑思维模型来获得真正的财富、健康和幸福，而不是在焦虑的跑步机上空转，请在这个页面留下你的订阅和关注。这不需要你付出金钱，只需要你付出一点点注意力，但这笔注意力的投资可能会为你带来复利级的认知回报。很多人问我 Naval， 为什么我读了那么多书，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依然感觉被困在原地？我曾经也陷入过这种困境。在硅谷的早期，我以为只要我想要的东西足够强烈，只要我每天都在渴望成功，宇宙或者市场最终会屈服于我的意志。但我发现，事情往往是反着来的。越是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，越是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，越是渴望金钱。金钱似乎越是躲着我走，直到我意识到，我一直在向这个世界发送错误的信号。如果你读过那本关于吸引力法则的经典著作，那位著名的女作者曾指出一个关键点：宇宙从来不会因为你的渴望而给你任何东西。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。宇宙、市场、现实世界，它们本质上是中性的，它们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或者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回声系统。它们不回应你的语言，不回应你的愿望，它们只回应一种东西：能量，或者用更科学的词汇来说，你的频率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让我们把它拆解成具体的代码。当你非常渴望某样东西时，你的底层操作系统处于什么状态？是匮乏。渴望的本质是你承认了自己没有。当你祈求一个结果时，你的潜意识在尖叫，我缺乏这个。当你急着想要成功，你的能量场散发出的是我不够好。宇宙接收到的信号永远不是你嘴上说的我想发财或我要幸福，而是你心里那个真实的无法伪装的频率。我没有，我缺乏，我很焦虑。这就是为什么越努力越心酸的死循环存在。你发出的频率是匮乏，宇宙这个放大镜就忠实地把匮乏放大，然后反射回你的生活中。于是你越想要越得不到，越着急目标离你越远。你就像在一个泥潭里挣扎，动作越大，陷得越深。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瞬间破解这个死循环，这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外部资源，不需要你等到成功那一刻才能使用的杠杆。这个杠杆叫做感恩。我知道听到这两个字你可能想关掉文章。感恩，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的道德说教，但请耐心听我说，这不是道德，这是机制。感恩之所以强大，不是因为它让你成为一个好人，而是因为它在瞬间改变了你的能量输入。当你渴望时，你的能量是向外索取的，那是负值的。但当你感恩时，你的能量是向内确认的，那是正值的。这里有一个足以扭转你人生的秘密。如果你能在愿望还没实现之前，就先感谢它，你就骗过了大脑，也害入了宇宙的算法。听起来很不合理，对吧？为什么要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感谢？但这正是大多数人无法理解，却是最强大的显化原则。当你先感恩，你的能量就从我还没有瞬间翻转为我正在接收。你的心智状态从焦虑变成了笃定，你的内在从缺乏变成了丰盛。你要明白，宇宙只会把你所感恩的事物放大。这不是心理安慰，这是吸引力法则真正的运作方式，也是我所理解的通过心智模型改变现实的物理路径。想要什么，就先感谢什么。你以为感恩是结果，是只有当你赚到了第100万美元，或者找到了理想伴侣之后才要做的事。但真相是，感恩是愿望成真的起点，是启动那个结果的唯一钥匙。让我们进入第一层逻辑，
宇宙不回应愿望，只回应频率。很多人误以为显化就是或许愿，只要我心里强烈的想要，只要我反复念叨我要成功，宇宙就会听见。但这就像是你对着一台没有联网的电脑大喊大叫，期待它能给你搜索结果一样徒劳。吸引力法则揭示的深层现实是，宇宙不回应你的愿望清单，它回应的是你此刻的情绪状态，也就是你的频率。什么是频率？它不是你说出口的话，而是你当下的感觉。你说你想要成功，但你心里其实充满了对失败的恐惧，那个恐惧就是你的频率。你说你想要幸福，但你的内在充满了焦虑和不安，那个焦虑就是你的频率。你说你想要金钱，但你每天想的都是账单还没付，钱不够花，那个匮乏感就是你的频率。这些情绪状态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生物电讯号。宇宙是一个极其公正的算法，它接收到的是我没有，我不够，我很害怕。既然这是你输入的指令，那么宇宙就会执行这个指令，把同样的频率放大后，通过现实事件交还给你。所以你的人生才会出现那个怪圈，越是觉得自己缺钱，就越会遇到需要花钱的倒霉事，越是觉得自己孤独，就越会在人群中感到疏离。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命运在惩罚你，而是你的频率一直停留在缺乏这个频道上。要怎么改？靠正向思考硬压吗？靠对着镜子自我催眠说我很好吗？那些通常撑不过3分钟，真正有效、最快速、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感恩。为什么是感恩？因为感恩是一种注意力的强制转移，它会瞬间让你的注意力从我没有转向我已经在路上。当你开始感恩，你就无法同时感到焦虑。大脑的神经回路不支持这2种状态同时存在。感恩让你不再盯着那些你失去的东西，而是看见正在发生的微小增量。它让你的内在从紧缩的防御状态变成开放的接收状态。当你感恩时，你发出的频率是我值得，我正在接收，我已经开始拥有。这种能量非常强大，它是高频的、有序的。宇宙会对这种能量做出最快速、最直接的回应。吸引力法则的真正逻辑不是我想要什么宇宙就会给我，而是我正在感受什么，宇宙就会放大什么。这就像是你在社交媒体上的算法推荐，你越关注焦虑的内容，系统就推给你越多焦虑；你越关注值得感恩的事，系统就会让你遇见更多值得感恩的事。这就是宇宙的语言。情绪是你与宇宙之间真正的对话，而感恩就是把你的频道从噪音调整到音乐的最快方式。第2层逻辑，先感恩是一种我已经准备好接收的能量声明。在关于财富和幸福的追求中，许多人误以为请求是第一步，他们认为只要把愿望向宇宙、向市场、向老板说得够清楚，回应就会到来。但真正的第一步其实是先感恩。为什么？因为请求往往带有匮乏的底色，求意味着你现在没有，而感恩代表你已经进入了准备接收的状态。宇宙从不害怕你想要太多，它也不会因为你的愿望巨大而退缩。市场也是如此，它不在乎你的野心有多大。宇宙真正害怕的是你自己都不清楚你要什么。你的能量讯号时强时弱，时而渴望，时而怀疑，忽而满足，忽而匮乏。这样的状态就像一个杂讯不断的广播频道，宇宙无法辨识，无法对准，无法靠近。而先感恩就是一个最清晰的能量声明。当你在愿望尚未出现前，就先感谢它。你其实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我愿意接收，我已经看见它在靠近我，我开始为即将拥有的事情感到喜悦。这不是自我催眠，而是一种意识上的转向，一种能量的精准对焦。只要你能发自内心的感恩某件还未发生的事，那就代表你愿意相信它正在发生，代表你允许它靠近，代表你已经准备好迎接它的到来。先感恩的力量在于它会彻底改变你的注意力机制。
人类的大脑有一个叫做网状激活系统 RAS 的部分。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缺上，你的大脑会不断搜寻现实生活中缺乏的证据来证明你是对的。但若你把注意力放在已经在路上，你的大脑就会开始过滤掉噪音，专门发现各种正在靠近的可能性。你注意到什么，你就会放大什么。这不是神秘主义，这是认知科学。许多人愿望迟迟不来，不是因为梦想太远，而是因为内心一直停留在还没发生的焦虑里。先感恩能把这个焦虑切断，它会让你自然地走入另一种状态，安定、笃定、开放、接收。这种能量的转向看起来很小，但却是显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。一旦你的能量从缺乏转向充足，你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思维，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你会看见以前看不见的机会，你会吸引不同的人事物。这就是能量，这就是生命的力量。它不像祈祷那样带有卑微感，也不像意图设定那样生硬，它是一种深层的内在认可。我值得拥有，我允许自己拥有，我为即将来到的事感谢。当一个人能先感恩，他的状态就从等待者变成了准备好的人，从渴望者变成了已在接收的人。宇宙最喜欢回应的就是这样的灵魂。第三层逻辑，感恩让愿望具体。你感谢什么，宇宙就放大什么。很多人努力练习吸引力法则，却经常遇到一个问题，愿望没有实现。这往往不是因为愿望太大，而是因为愿望太模糊。宇宙无法回应模糊的讯息，就像你走进一家米其林餐厅，只对服务员说我要吃好吃的，厨师根本不知道该给你做什么。大多数人的愿望也是这样含糊不清。你说你想改变人生，但人生的哪一部分？你说你想财务自由，但具体的数字是多少？是资产增值还是现金流？你说你想幸福，但幸福对你而言是独处的宁静还是家庭的热闹？愿望越模糊，能量越分散，能量越分散，宇宙越无法回应。而感恩是让愿望具体化的最快方式。感恩会逼你看见细节。当你开始感恩，你会自然从抽象的愿望走向具体的感受。想要健康的人，不会只空洞地说我要健康，而是会开始注意自己身体正在运作良好的部分。例如，感恩今天精神更好了一点，感恩昨晚睡得更沉，感恩呼吸更顺畅。这些细节就是健康的种子。想要金钱的人，也不会只说我想变有钱，而是会开始感恩自己目前拥有的金钱流向，感恩每一笔收入来源，哪怕它还很少，感恩今天省下的几块钱，感恩那个请你喝咖啡的朋友。想要更好的人际关系的人，会开始注意身边谁正在支持他，谁给了他力量，谁让他感觉被理解。想要更多机会的人，会开始看见生活里那些原本以为微不足道的讯号，一个新的邀约，一个陌生人的提问，甚至是一段突然出现的对话框。这些细节就是愿望开始显化的雏形。宇宙不是依照你的语言运作，而是依照你看见什么，感谢什么来决定要放大什么。当你越感恩某个具体面向，宇宙就越知道你要什么，也越会把那个方向的事物推到你面前。愿望之所以迟迟不来，是因为你的讯号模糊。愿望之所以开始靠近，是因为你透过感恩把讯号对焦了。你感谢什么，宇宙就放大什么。这句话不是比喻，而是真正的能量运作方式。如果你一直感谢你的健康，健康就会在你人生中占更大的比例。如果你一直感谢你拥有的金钱，金钱就会以更多形式流向你。如果你一直感谢正在靠近的机会，机会自然会成群涌现。不要再问为什么愿望没有实现，真正要问的是，我到底具体感恩了什么？因为宇宙永远在放大你能看见并愿意感恩的东西。第四层逻辑，感恩创造信念，让显化从可能变成必然。在吸引力法则的3个步骤中，请求、相信、接收看起来简单，但最多人卡住的位置不是请求，也不是接收，而是相信。许多人嘴里说着我相信我会成功，
我相信事情会变好，但真实的情绪却在说，可是我怕它不会发生，可是我没有证据，可是我不确定我是否值得。这种语言上相信，情绪上怀疑的分裂状态，是显化失效的最大阻碍。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宇宙不回应你的话语，只回应你的频率。语言可以伪装，但情绪永远无法欺骗。那要如何真正的相信？如何让内在的怀疑沉默，让显化的力量得以顺利流动？答案依然是感恩。感恩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情绪。当你真心感谢某件事情时，你的内在会自然产生一个无法反驳的逻辑。如果我会感恩，那它一定正在发生。这不是自我欺骗，而是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大脑会主动寻找证据，使你的情绪与现实保持一致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先感恩某件还没发生的事，你的大脑为了消除认知失调，会努力让你的行为、思维、选择都朝它正在发生的方向靠拢。也就是说，感恩会让你的大脑开始相信我值得拥有，我正在接收。我没有理由怀疑这种信念不是口头上的相信，而是能量层面的肯定。真正的相信不是思考出来的，而是一种状态。而感恩就是最快让你进入这种状态的方法。你越感恩，越能感受到愿望的真实感。你越能感受到它的真实感，它就越容易在现实中出现。例如，如果你感谢正在靠近的健康，你会自然开始做出更健康的选择，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健康的人。如果你感谢正在增加的金钱，你会自然看见新的收入机会，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富足的人。如果你感谢正在形成的好关系，你会自然展现出值得被爱的能量。信念不是你强迫自己接受的，而是你透过感恩培养出来的。感恩之所以能让愿望从可能变成必然，是因为感恩会消融怀疑，绕过大脑的抗拒，让你跳跃到一个新的能量维度。这件事正在发生，只是我还没完全看见它，但我已经感觉到了。当你先感恩，你的内在就会自动对其显化的频率，而当你与显化频率一致时，愿望就不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所以你不需要逼自己相信，你只需要感恩。感恩会替你完成相信这一步，并让宇宙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应你。第5层逻辑，感恩打开行动的门，灵感、机会、贵人会开始靠近。许多人以为显化全靠想，这是对吸引力法则最大的误解。真正让愿望成型的是行动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而是没有力量去开始。他们缺乏的是勇气，是清晰，是方向，是自信。而感恩正是能让这些行动能力自然被唤醒的力量。当你进入感恩状态，你的内在频率会从我希望得到转变成我值得拥有。这个差异看似细微，却会彻底改变你看见世界的方式。一旦你的能量改变，你的行为也会跟着改变。你会更容易看到机会。过去你觉得不适合的、看不见的、没留意到的讯号会突然变得明显，因为你的注意力从匮乏转向了可能性，你自然能识别更多正向线索。你会更容易接收灵感。当你陷在焦虑中，大脑皮层处于防御模式，灵感是进不来的。但当你心是开的，是感恩的，你会自然接收到新的想法、直觉、指引、创意方向。吸引力法则中明确指出，灵感一定来自一个更高频率的状态，而感恩正是最容易达到的入口。你会更容易产生勇气。恐惧来自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，但感恩会让你感受到我正在被支持、被引导、被照顾。这种内在感受会让你更敢踏出第一步。即使你还没有全部答案，你也会更容易吸引贵人。这很现实，人只会靠近能量稳定、正向、开放、值得信任的人。当你带着感恩的状态行走，你的语气、眼神、态度、方式都会改变。人们感受到这种能量，自然更愿意靠近你，帮助你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社会互动的自然现象。
感恩会让你变得更柔软、更自信、更敞开。这些特质本身就会吸引资源、吸引合作、吸引关系流动。最重要的是，感恩会让你开始行动，而不是等待。当你感恩一切还没发生的事，你的大脑会自动启动一致性模式，它会推动你做出符合愿望的行动。你会开始调整日常习惯，改善思维，尝试新方向，回应灵感，抓住机会。甚至有时，你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勇敢踏出改变人生的那一步。你不再是等待愿望的人，而是正在迎接愿望的人。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坐着等宇宙给你，宇宙提供的是方向，而行动则从你而来。而感恩就是打开那扇门的钥匙，让灵感能进来，让机会看见你，让贵人靠近你，也让你自己成为愿望能够降临的那个人。当你从想得到进入我值得得到，行动就不再是勉强，而是自然流动，愿望也不再遥远，而是正在靠近。总结来说，想要什么就先感谢什么。在整个吸引力法则的核心运作中，有一句最能穿透人心的提醒：愿望不是靠努力推动，而是靠能量吸引。而能量之中最纯粹、最强大、最能快速改变你人生轨道的，就是感恩。当你先感谢时，你并不是在假装拥有，也不是在催眠自己，而是在为愿望提前创造一个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会开始微妙地改变你所看见的世界。你的注意力会不同，你的情绪会不同，你的视角会不同，你的选择会不同。你会发现你开始遇到以前不会遇到的人，你开始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机会，你开始获得以前不敢期待的支持。因为感恩会改变你整个内在的状态，它让你从希望发生变成正在发生，从我想要变成我值得。而当一个人的能量走到这一步，宇宙就没有理由不回应你。许多人难以显化，不是愿望太难，而是能量太乱；不是宇宙没有听见，而是信号太模糊；不是不被祝福，而是内在还停留在匮乏频率。而感恩是最直接、最迅速，也是最稳定的显化方式。它能溶解恐惧，淡化怀疑，打开接收，提升频率，并让你的行动自然跟上。你的愿望不必很厉害才能开始，但在你愿意先感恩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站在愿望的入口。愿望永远不是未来才会降临的东西，愿望是从你开始感恩的那一秒，就已经悄悄朝你走过来。你所感谢的，宇宙一定会放大；你所看见的，宇宙一定会回应；你所相信的，宇宙一定会证明给你看。所以，想要什么就先感谢什么。你值得拥有一切你心里渴望的美好。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这套心智升级的源代码，那么如何将它编译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？这里有3个简单的练习，每天只需5分钟，就能启动你的愿望显化速度。练习1，感谢正在靠近的愿望。拿出一张纸，或者打开你的手机备忘录，写下3件你想要的事。但关键在于，不要写我想要，而要写我感谢。正在发生。例如，不要写我想有钱，要写我感谢我正在吸引更稳定的收入，感谢金钱正在流向我。不要写我想要健康，要写我感谢我的身体正在变得更强壮，感谢活力正在回到我身上。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，这是在训练你的大脑去预演那个现实。练习2，感谢当下的5个小丰盛，列出今天你已经拥有的5件小事。它们不需要惊天动地，越普通越有效。比如，感谢这杯温热的咖啡，感谢此刻顺畅的呼吸，感谢窗外的阳光，感谢朋友发来的问候，感谢拥有一个安静的房间。当我们开始从这些微小的事物中提取感恩的能量时，就像是在滚雪球，能量从小处开始放大，最终会形成巨大的势能。练习3，睡前的感恩宣言。在睡前，那是你潜意识最活跃、防御机制最薄弱的时候。对自己说一句简单的话：谢谢你给我的一切，
我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好。这句话就像是在你的大脑关机重启前输入的一行指令，它会让你的潜意识在睡眠中依然维持在接收和丰盛的状态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请在留言区留下先感恩这3个字，这代表你愿意敞开自己，开始一段新的心智升级旅程。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这个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这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让算法记住你是一个追求心智成长的人，从而为你推送更多高价值的内容。也欢迎分享给那些跟你一样渴望改变命运的朋友。另外，如果你想更深入的练习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专属的感恩祈祷文，帮助你加深练习，加速显化。我是 Naval，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你重塑心智，改变你的人生的底层模式。谢谢你的时间，我们下次见。